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。这一期呢，我就不给大家分享美食了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种植有机水稻的全部过程。在看之前呢，我要给大家声明一下，我一不卖粮食，二不做宣传，我就喜欢把身边的好事好物分享给大家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，在这个科学种田的年代，还有人用最原始的方法种植有机水稻。在我们河南省信阳市黄川县，有一个种粮大户叫张建松，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艰难，拿出200亩地做有机水稻试验田。他一坚持就是12年，一不上化肥，二不打农药。他坚持用人工除草，用有机绿肥回田，用灯光诱饵，用稻田养鸭等方式，迎来了稻鸭双收的喜悦，也获得了真正的生态绿色食品有机稻的大丰收。这也是我跟拍了180多天的价值所在，尽我微薄之力，把好的东西和正能量传播出去，走向全世界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新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随着我的镜头往下看，在我们河南信阳这块土地上，一年可以种小麦和水稻2季庄稼，但是在200亩的有机试验田里面，一年只能种1季的有机水稻。听川香农场的老板张建松说，为了培养绿肥，每年稻子收完以后，在田里面种紫云英和毛叶臊子。紫云英和毛叶臊子是一种非常绿嫩的草本植物，其中紫云英还是一种中药材哦。等它们长到最茂盛的时候，用旋耕机把草翻到土的下面，再把田里面抽满水，沤上几天，就这样有机绿肥就形成啦。但是要想让有机水稻有个好收成，光靠这些绿草肥田还是不够的。他还利用了自家的养牛场，闷培了大量的有机农家肥，把有机稻田厚厚的铺上一遍。介绍完有机绿肥以后，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有机水稻的种子。这种水稻的种子呢，也就是适合长在我们河南这块地方的常规稻。这个有机水稻的种子啊，也不用花钱买，每一年呢收割完了以后留一点做种就可以了。有机稻在育芽之前呢，要先晒后泡，育芽的最佳时期呢，就在4月底至5月中旬。今天呢是4月30号，工人们呢就在忙活着在播种育芽了。稻种经过筛土、洒水，再撒种子，最后再筛上一层土的方式，给它育在专门育秧的模具里面。全部育好以后，给它垛在一起，用塑料薄膜给它闷住，等1个星期发芽以后，才能移栽下田。育芽里面的土壤是不含一点化肥和农药的哟，因为它用优质的土壤和少量的农家肥，闷培了半年以后，经过过筛，土壤是非常的松散，特别适合育秧苗使用。稻子经过1个星期的培芽，等它出芽后，要给它移到这个水田里面去。这个水田呢，是之前用草肥和农家肥沤了好久，土壤呢也是非常的肥沃。在育苗期间呢，这个草肥既可以杀菌，又可以肥田，所以不用撒化肥，也不用打农药。秧苗在水田里面长28天至1个月之后，就要进行移栽插秧的环节。由于我拍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跟老板说过，今天呢真的是不巧，碰到老板的女儿，她还专门为我停下了机器来质疑我，我敷衍了2句就走了，因为我想拍到真实的东西。假如说他要是上化肥打农药的话，我必须如实上传。反正我老公的同学在他里面打工，什么时候作业他就会通知我。秧插上2周后，张老板引进了3000只幼鸭，每亩投放15只。他利用这个幼鸭爬草捉虫子，因为鸭子每天都在稻田里面生活，使秧田里面的泥土变得是肥沃又细腻，既吃了虫子又灭了草，真的是一举两得呀。要想让秧苗不生虫子不长草，光靠这些鸭子还是不够的。张老板还设置了多个幼鹅灯箱，每个灯箱里面都是满满的蚊虫尸体。等秧苗栽上1个月之后，还要进行人工拔败草，
因为这个稗草夹杂在秧苗的中间生长，必须用人工才能把它除掉。一般的普通水稻生长周期在100天至120天左右，但是有机稻因为不上化肥也不打农药的原因，它的后劲儿特别的慢，它却长了150多天，导致河南下了一场大雪，有机水稻呢却还没有收割。等到11月11号，也就是双11，天气终于晴朗了起来，普通水稻稻田里面麦苗已经变绿了，但是川香农场的有机水稻还没有收割。为了证明双11还没有割有机水稻，我穿着羽绒服在割稻的现场直播了一上午。因为天气太寒冷的原因，我冬至感冒导致咳嗽至今没好。我拖着感冒的身体，带着沙哑的声音，坚持要把这期视频做完，因为我要把好的东西和正能量分享给大家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同时也为了坚持了12年的张建松同志点赞，就是因为你的坚持，才能获得了今天的稻芽双收的喜悦，也获得了真正的生态绿色食品，有机稻的大丰收。我们为你骄傲，为你点赞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感谢你把绿色食品带到了千家万户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